申请计划时，刚好是我开授《左传》第20年。教学模式年年随着学生的回馈以及时代变化而调整，所以以应用导向提升《左传》教学成效是酝酿多年的构想。核心理念是透过做中学去实践通经致用的经学价值。兴趣与成就感是引发学习的主要内在动机，但是由于去古文的中学教育走向，学生古文阅读力不足，也认定古文就是腐朽无用的老东西。加上高教学生有急迫的就业考量，要吸引他们学习《左传》，就必须先解决这些困境。本课程以应用策略对治上述3大困境，由老师示范《左传》的有趣、多元与现代性，学生则在创作中建立自主学习与成就感，深入掌握《左传》精神。另一个应用的展示是邀请业界人士演讲，主题配合主词比试春秋之教以及《左传》的经史特质，为课程与就业市场搭建桥梁。郑老师的课程让《左传》变得非常有意思。除了了解春秋的留白与隐晦外，我觉得更难得的是关于他创作手法的分析，比如像电影常用的蒙太奇手法的结构，用字选词进而带出的节奏感，跳脱了劝世的既定印象之后，让人明白到不管是哪种类型的创作，顶点都会有一个共同且迷人的归处。教学成果的考评有考试、学生作品及课前课后投放的问卷，藉由上述多元检测，可以看出学生在这4项能力上的拓展。比如古文阅读力明显提升，学生在作业企划书中对推广左传屡屡致意，显然对左传已产生认同。我是2002年的时候修习蔡妙生老师的左传，我印象最深刻的有2点。第一点是老师会针对左传的补词给予非常细致的补充。那第二点是蔡老师很坚持带我们用民科本的杜预注的左传来阅读。那一开始的时候，同学会比较排斥掉。我相信多数的同学都跟我一样，借由老师的这个讲解，有了第一次的直接阅读古文文献的一个非常美好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如果将课程与就业相关度由0排至满分10分，50%的学生在课程前认为相关度只有5以上，课程后提升至7级分以上。统计结果显示，学生对左传有用无用的认知改变甚大。我觉得能够以学术报告以外的方式来展现自己对课堂的学习成果非常有趣，让知识不只是好看但是难以解释的艺术品，而是能够以各种面貌让课堂外的人们也能够来亲近。不论是用作道德教育、潜移默化的内容，或是议题讨论见古至今，甚至作为游戏的题材，让知识能够被更大程度的利用，才能够让它生生不息。左传是编年体，要完整掌握事件的发展，往往需要跨越不同年份，而透过事件的串联与前后呼应，人物褒贬多半也能透过笔法呈现。至今还记得老师提到的三明治结构等叙事分析，对日后应用在教学上很有帮助。老师的作业相当多元，如改写左传故事，着重创意想象与叙事结构的合理性；撰写研究计划，则训练搜集归纳资料与基本逻辑。这些作业虽不乏挑战，却都令人印象深刻。教学就是拨动学生的心弦，应用只是诱因，焦点永远是成为某一种人，认同某种价值。有意义的改变并不一定是极端的变化，一门课未必能种树成林，但愿种子不死，日后千里麦浪摇春风。